将近20年前，父亲的一场土地投资让全家失去了住了多年的房子。结果多年以后，女儿告诉父亲自己拿到了一笔拍摄资金。父亲没有先问电影准备拍什么，也没有先说恭喜，他问的是：你这笔拍电影的钱可不可以先拿去投资房地产？母亲听完当场把丈夫骂了一顿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家总算还有一个清醒的人，至少第一天是，因为第二天主动打电话追问投资报酬率的人就是母亲。而这个故事最奇怪的地方，还不是他们又想投资，而是他们其实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投资。两个人住在一间漏水的老旧租屋，房东也已经通知他们房子即将改建，希望他们尽快搬走。但他们每天谈论的依然是哪个地区可能开发，哪一块土地将来会涨。土地究竟曾经给过这对父母什么，让他们在失去房子以后仍然相信只要再成功一次就能把一切拿回来。而那个拿起摄影机准备证明父母错了的女儿，真的和他们完全不同吗？这个家庭后来被女儿亲手拍进韩国纪录片《Family in the Bubble》。她开始拍摄不是因为一家人的感情很好，恰恰相反，长大以后她很快便搬离父母家。她怨恨父亲让全家失去住了多年的房子，也受不了家里永远谈不完的债务、土地和争吵。父女之间几乎没有交流。整理家中物品时，她从母亲衣柜深处翻出一批尘封10多年的家庭录影带。录影带修复以后，她第一次看见这个家还没有破掉以前的模样。一家人会出国旅行，也曾住在一间宽敞的公寓。母亲原本打算每年替女儿留下一卷家庭录影带，可是所有记录都在女儿12岁以后突然停止。在土地成为这个家的噩梦以前，她其实真的让父母成功过。年轻时，两个人一起前往首尔，他们靠买地盖房，让一家人住进首尔的大房子。母亲曾经说，那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候。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父亲借钱买下一块准备开发的土地，建筑许可迟迟没有核发。2年后，亚洲金融风暴爆发，那块土地盖不了房子，也无法及时变成救命的现金。为了偿还债务，一家人只能低价卖掉原本的公寓。那块准备带他们再次翻身的土地，最后也遭到强制拍卖。父亲又把剩下的希望放进股市，想把失去的钱赚回来，但市场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就在家庭录影停止前后，读小学5年级的女儿有一天独自在租来的公寓里看电视，门铃突然响起，接着有人在外面用力敲门。过去也曾有人上门寻找父亲，所以他不敢回应。几分钟后，屋里所有电器同时发出了断电的声音，因为积欠电费，家里的电力被切断了。房子暗下来以后，他独自跑出家门，到处寻找母亲。找了1个多小时，他终于看见下班回来的母亲，当场哭了出来。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明白，录影带里的那个家已经回不去了。一家人后来搬进一间狭小住宅，房子缩小了，家具却没有。父母始终不愿丢掉过去买下的昂贵家具，巨大的餐桌和柜子被硬塞进愈来愈小的房间，因为只要那些家具还在，眼前的生活就像只是暂时的。总有一天，他们还能搬回一间配得上这些家具的大房子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了答案。明明失去过房子，为什么还不能停下来？但如果这个故事只是2个贪心的父母脱离女儿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难解释。家庭失去房子以后，父亲再也没有恢复原本的事业，真正走出去赚钱，撑住一家人生活的反而是母亲。她进入一家土地投资公司，每天打电话推销土地，前后工作超过15年。
土地曾经毁掉这个家，但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母亲也是靠着卖地让一家人继续生活。这不能证明父母是对的，却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始终无法放下土地。因为土地既是这个家的伤口，也是母亲唯一熟悉的生存方式。就在女儿仍然背着学贷时，母亲却买下一块土地，登记在女儿名下。女儿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。母亲的想法很简单，学费缴完就没有了，土地却可以留下来。这大概是这个家最矛盾的一份礼物。女儿眼前需要的是少一点学贷，母亲替她准备的却是一个还要继续等待的未来。女儿第一次去看那块土地时，原本准备拍下又一项不切实际的投资，证明母亲错了。可是摄影机有时候比人更诚实。女儿后来发现，镜头里的自己竟然从头到尾都很开心。当她听说附近可能开发，也开始想象，如果这块地有一天涨价，是不是就能还掉自己的学贷？她原本站在摄影机后面，准备证明父母错了。最后摄影机拍到的却是她也开始期待同样的事情发生。几年后，那块土地并没有明显上涨，实际用途也非常有限，但女儿已经理解父母为什么始终无法停下来。最难停下来的往往不是从来没有赢过的人，而是曾经真的成功过一次，后来又失去一切的人。因为每一次失败看起来都不像答案，更像只是这次运气不好，再等一下，下一次就能拿回来。当一个家庭的翻身希望只剩下土地，任何劝他们停下来的声音听起来都不再像提醒，而像是在说你正在阻止我们翻身。3年的拍摄让一家人重新看见彼此，却没有改变父母对土地的信仰。电影完成以后，父亲没有先问女儿电影拍得好不好，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依然是片中那块土地到底有几坪。至于母亲，后来也再次投资了土地。摄影机记录了这个家，却没有治好这个家。不过有一件事情确实改变了。后来女儿因为负担不起外面的房租，重新搬回父母家。那个一直舍不得丢掉旧家具的母亲，这一次终于先替女儿空出了一个位置。多年辗转租屋以后，父母也终于住进公共租赁住宅。那不是一项能让资产翻倍的投资，甚至不属于他们。但这个不会升值的家，却解决了那些土地始终没有解决的事情，让他们住得干净、安全，也不必再担心突然被房东要求搬走。投资最危险的时刻，也许不是赔钱的那一天，而是这个家已经承受不起下一次失败，却仍然觉得只要现在停下来，前面付出的代价就全部白费了。所以一项投资值不值得，不能只看它最后有没有上涨，还要看为了等它上涨，你让谁陪你一起付出了代价。所以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，如果一项投资也许还有翻身的机会，却已经开始消耗家人的生活，你会继续相信下一次，还是决定让损失停在这一次？把你的答案和理由留在留言区。我是阿和，这里是顾爸妈没家了。如果你也想看懂藏在金钱选择背后的家庭问题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一个真实故事见。